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说一下，从手相就可以看出我们身上的这些纹路，其实隐含着生命的秘密哟。但你知道除了掌纹之外，手腕上的哪些线居然能看出你的健康以及未来的人生走向？一起来看看你手腕上的每条线吧，能告诉你的秘密吧。第一条线，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可以看出你的健康以及大概的人生走向哦。如果这条特别明显的人，恭喜你，你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长寿人生。如果这条线有小小断成2条的朋友们，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要让自己吃得健康，还要不要揽太多事情在身上，搞得自己压力很大。如果你的这条线断的不止一个地方的人，不要太担心，这只代表着你的童年会走得比别人多些困难。第二条线，财富线，基本上你也会有这条。如果你的这条是很平平顺顺的，没有断掉，但没有特别的深，那么就跟这条线的样子一样，你这一生的财运也会平平顺顺的，或许不会大富大贵，但绝对是能让你用钱不求人的满足过一生。如果你这条特别明显，那么你生命中会出现许多能致富的关键机会哦，可要好好把握。如果你的这条线有断掉的现象，那么你真的要好好规划理财一下了，因为这代表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财务上的纠纷和问题。第三条，名人线，上面2条基本上是大家都有的，但是这一条可不一定哟。如果你有这条的朋友，而且中间还没有断掉，真的是一条从头连到尾的线，那么你会是一个超有影响力的人，不管在你的生活上还是职场上，你会成为那种被人记得很久的人哟。第4条，神秘线，有这条线的人，你很有子孙福，晚年可以含食弄孙。不过命理学家也有说，这些身体上的纹路是能告诉你先天上的秘密，但是后天的作为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哟。如果你先天条件超优，那么后天你就循着这些线索去努力。但如果没有好的朋友们也别担心，上面都有建议一些改善的方法，就特别注意小心那些点就可以。人各有命，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人们总是在预测自己的命运，所以从古至今形成了一套完备系统的看相方法，不得不说很多时候还是非常管用的。但是要注意，其实算命先生不会告诉你，看面相也要遵循这3不说5不看的原则。1. 相有3不说。一辈子没有好运，心理承受能力又弱的人，不可直接对他说，那样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产生消极心理，无形中害了他，也无形中损我之阴德。2. 看到寿命将近之人，不可直说，恐他自己慌张，担惊受怕，家人妻子儿女悲伤，从其他方面来说也与我无益。3. 凶暴之人，不可直接对他明说，恐他忌讳我看破他的隐情，反遭他的加害。2. 相有5不看。1. 暴怒后的人不看，满面青色蓝色，阴质部位难分辨。2. 饮酒后的人不看，酒气入眼，难分辨吉凶。3. 纵欲过度的人不看，气色又青又暗，难分辨吉凶。4. 人多的时候不看，思考难以集中专注。5. 预测师自己有心事时不看，心不在焉，影响准确率。面相看运势，有这3大特点的人，运气不会差到哪里去。1. 下巴地格方正饱满，运气好。下巴一直是看相的重点，如果下巴长得方正饱满，那么这种人天生就是很有福气的，而且这种人为人做事的时候有恒心，能够坚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对待朋友总是很真诚。2. 眼大有神，面相运气好。面相上看，一个人的眼睛黑白分明，而且眼神亮而有神的人，一般运气都不会很差，天生就是有自己的目标的，而且这种人很理性，做事情的时候有耐心，够坚定，不会半途而废。3. 鼻梁挺拔，颧骨平满的面相运气好。面相上看，一个人的鼻子如果鼻梁长得比较挺拔，那么说明这种人性格是很有爱心的，而且这种人办事能力非常的强，这种人天生就喜欢乐于助人，喜欢帮助他人，造就他们生活中也有很好的人缘，在生活中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说他们一生的好运往往都是靠自己积累下来的。一个人跟钱财究竟有没有缘分，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生辰八字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掌纹中看出来。因为掌中有明月，那些看似沟壑丛生的纹路，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是否能大富大贵，有没有成功运。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拥有这10种罕见纹路的人，必定是人中龙凤，将来贵不可言。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这些手纹。1. 成功纹，在大拇指的下面，手腕上方有横线，这类型的人非常有能力。很多事业成功的人士都有这种线纹，据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这条线，当时就被认为有领导能力。如果找对象遇到这种手纹的，可要抓紧了，因为他们不仅能力强，而且还很有责任心。2. 凤眼纹，凤眼纹又称夫子眼，出现在大拇指的第1指节上，在拇指有一个完整的圆圈，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如果说这个圆圈圈有开口的就不算。一般情况下，手指关节有刺眼者，代表该人有疏远，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古代人认为有手像孔子眼的人必是文曲星下凡，有状元之名。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青年时婚姻幸福，事业有成。3. 环绕纹，在大拇指的尾部出现环绕纹，也叫做家族戒指线。当你的手上出现了这条线，代表你的整个家族都会蒸蒸日上，可能是由你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家族。此外，如果女性拇指上有凤眼，下带家族戒指线，则为锦上添花，一生荣耀。婚前有长辈呵护，婚后有丈夫疼爱。4. 十字纹，拥有十字纹的人通常直觉都十分敏锐，很能看懂别人的心思，特别适合从事心理咨询相关的行业。此外，他们的灵感也十分丰富，创造力也很强。5. 鱼纹，所谓鱼纹，其实跟它的名字一样，是在大拇指下方有像鱼一样的纹路。这种纹路并非天生就有，是后天长出来的，所以也非常罕见。当这条线出现时，预示着你的好运就要来临了。6. 幽默纹，在感情线的最后方出现形的纹就是幽默纹，代表这个人很有幽默细胞。拥有这种纹越多的人，证明他们的幽默感越强。如果和他们交朋友，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很快乐且欢笑不断。可以看看身边的开心果手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路哦。7. 贵人纹，贵人纹也叫宠爱线，即在生命线上出现3条开叉的线，意味着贵人运很旺盛。拥有这3条线的人，一生都有贵人扶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贵人相助，能够化险为夷。8. 目标纹，目标纹也称希望线、努力线，是在食指下方竖直的一条线。拥有这条线的人会有远大的抱负和野心，并会为之付出努力。反之，如果目标纹过多，就会未来的人生目标充满迷茫，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安稳，有种无所适从的无助感。9. 2条智慧线，大多数人手上都有智慧线，一般来说，手上的智慧线只有1条，可能会出现分叉、断开、过长、过短的情况，但也有少数人手上有2条非常明显的智慧线。有2条智慧线的人，其人智慧超群，事业双线发展，而且会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赋。如果为男性，可得异性助力而创业，此人大多能享其人之福；女性则为女强人，婚姻欠美满。10. 明星纹，这是最罕见的纹路。拥有明星纹的人，运势不是一般的好，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不管想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心顺意，财运亨通。最后我要说的是，掌纹好不好并不是你事业发展、婚姻感情、身体健康、财富聚集等的绝对因素。因为如果说人的命是天注定，那么也仅仅是说对你的影响，你的祖辈对你的影响较大而已。命运并非天定，风水影响成败。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天的命理不是太好的话，也没关系，还在后天的风水布局，在于你的理气，在于你是否能藏风得水。我们不能光看掌纹的运势，而忽略了本身的努力。没有比别人加倍的努力与奋斗，哪有未来的成功？性格决定命运，正心、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第2，十指旋螺，荣贵旁逸是什么意思？老祖宗的10人数准不准？在传统文化中，10人数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智慧之一。老祖宗在识人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孟子就曾经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眼睛中就能够判断这个人善恶。古往今来，人们为了识人，做出了很多种尝试，比如说从人们的外貌来识人，从人们的手中的纹路来识人等等，这些都是老祖宗对生活的
总结，但是人们这种通过外在的表征来识人的方式，总归是有点片面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也简单，意思就是说，食指上的掌纹如果是呈螺旋状的，那么就预示着这个人会有不错的物质生活。如果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么你一定听过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坐着走，九斗十斗享清福的说法。民间由于各地风俗不一，所以这句话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一斗好，二斗宝，三斗四斗割马草，七斗八斗买地盖楼，十斗全点状元。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中的炫罗其实活都是一个意思。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十指软绵绵，清闲福自天的说法，意思自然，就是说软绵绵的十指预示着生活富贵，反而那些手掌干枯的人，物质生活则会很贫乏。老祖宗这样的识人之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但也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真正的识人之法却不仅限于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判断预测，真正的识人之法除了要察其色，还要观其行。简单的以貌取人，往往会被别人的表现所欺骗。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老祖宗的识人术除了要观其外在，还要考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识人是静态的，如果仅仅从一个人的外在识人，往往会有失偏颇，但如果结合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再来识人，那就比较全面了。古人常说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难以让人们琢磨透，因为这样的人往往话不多，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被人看出他们的想法。但这样的人通常也一定是比较成功的人。老祖宗会通过一些言语的试探，然后通过一个人的表现，以此来识人。比如说用言语刁难，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应变能力，比如可以托付一个人一些事情，以此来判别他是不是可以信任等等。老祖宗的识人之法大多数都是静态的，就是说大多数都是以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识人，而这种识人之法往往会趋于片面，对于真正认识一个人会存在偏颇。但如果静态的识人之法配合上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上识人的动态识人之法，我们得到的结果或许要立体很多。第三，手有锡桂纹，定是有钱人的发大财。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通过手相算命，你不仅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一、生命线清晰伸长的手相长寿。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不用担心太多的。其实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不容易生病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的，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寿命真的很长的，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二、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般，也不会存在两个手掌纹路一模一样的人。在这个大前提下，就促进了手相学的发展。通过对一个人的手相进行分析研究，能够大致推算出他的性格特点以及整体运势。下面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对于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来说，运势究竟好不好呢？什么是川字掌？一般来说，川字掌意味着能力和精力。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做事很有魄力，理性永远高于感性，对待任何事情都具有敏锐的直觉和果敢的决断，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如何才能达成目标。
这一类人一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强者，处于更高的生活阶层，拥有更充裕的物质条件。另外，拥有川字掌的人思维很活跃，人也比较聪明，懂得灵活变通。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人命好吗？事业运势，事业上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虽说可能出生条件一般，无法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或是极好的机遇，但是她们精力充沛，对待事业会投入很多的努力，手头的所有工作都能够出色完成，所以很快便可以从基层迅速往上爬，然后一步一步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同时，这类女性在事业上拥有精准独到的目光，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提出绝妙的点子。财运运势，财运上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头脑清晰，具有很强的理财观念。尤其是结婚之后，即便是嫁入豪门，她们也一定要掌管家中的财政大权。这类女性正财收入会相当多，而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还会越来越多。到了年终还有各种奖金和红利，偏财收入也十分可观，时不时会有额外收入。另外，这类女性朋友花钱也比较克制和理性，不会买些虚无的奢侈品，因此总能够积攒到不少个人财富。感情运势，感情上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可能运势不是很顺畅，她们是典型的大女人，不会将心思过多放在家庭和感情上，更想要实现事业上的巨大成功。而且不管在恋爱中还是婚姻中，她们始终都想处于主导地位，这对于很多男性来说可能都是无法接受的。不过虽说年纪轻，感情比较坎坷，但到了中年以后还是能够收获平淡幸福的爱情，所以也没必要过于担心，过好眼前的生活就足够了。健康运势，健康上两手都是川字掌的女性需要格外注意，因为运势比较差，她们上进心很强，会给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时间长了自然会出现精神上的问题，所以要能够时不时给自己放个假，时间充裕的话也要多和家人朋友相处小聚。其次，这类女性学习工作都很努力，会牺牲掉大量的休息时间，长此以往身体肯定会吃不消，因此务必要保证足够的睡眠，饮食和作息都要规律，适当的身体锻炼也是有必要的。以上就是拥有川字掌纹的女人运势。那么有着川字掌纹的女人个性如何呢？一起来看。独立性较强，拥有这个掌纹的女人很少去求别人做什么，即使找了男朋友，她们仍然不愿意花对方太多的钱。她们的内心极其不愿欠人情，总觉得只要自己能做，哪怕再苦再累都可以。所以双手都是川字掌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一辈子的辛苦命。思维敏锐，双窗纹的女人在思考上具有极强的天赋，当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之后，她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想出很多解决方案，虽然有些不太靠谱，但也不缺乏合理性。而思维过于敏锐的人则会变得十分敏感，同时也会因为这种超强的敏感引发出强烈的骄傲或者自卑感。控制欲较强，双窗纹的女人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周围的一切脱离自己的掌控，不管是在朋友之间还是和恋人在一起，她们总要时时刻刻让自己保持主控权。虽然有些人表面上无所谓，但其内心早就想好如何控制局面，所以这种女人比较合适打拼事业，但在家庭和朋友中容易遭人反感。是非性较强，双川纹的女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和决策力，她们若认为一件事可以原谅，那么便毫不在乎，可如果她们觉得一件事不可原谅，那么她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尤其是在感情中，不会主动对你过分好，只会通过看你的付出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付出。所以双川纹的女人通常你向她迈一步，她便向你迈一步。
倘若你退后一步，他便退后10步。在他们的信念里，同一个错误绝对不能重犯。过于自信，双川文的女人是个极端的性格，一方面较为自卑，可另一方面又会极度自信。这种过于自信使双川文的女人在朋友圈中很难有长久的友谊，也在恋爱中给予恋人极大的压力。其实自信是好的，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却成了自以为是。有川字形掌纹的人，显示这个人与母亲的缘分较薄，因为从小就个性叛逆不服从，即使与母亲同住也难接受母亲之关怀爱护。由于自小便很独立，渐渐的会偏向自信，做事较为主动积极，勇于负责，处事果断，感情上爱憎分明，很容易过于自负、主观、倔强，待人处事也会过于任性，而影响人际关系。好了，今天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起点的高低虽然能够在早期决定速度快慢，但终点却往往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中。那些年轻时风光无限、冲劲十足的人，未必能够一直保持着优势，而那些起步缓慢、步履沉稳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往往能超越那些曾经跑在前面的人，最终站上胜利的领奖台。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人的运势也是如此，尤其在财运方面，很多人年轻时想要赚钱十分困难，事事不顺，艰难维持生计。然而到了50岁之后，命运开始悄然转变，原本的困境逐渐消失，财富的机会忽然降临，让他们在人生的后半程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接下来我们会深入分析50岁后必暴富的几种手相，我们一起来听。1. 智慧线伸长，人生中的后发优势。在手相学中，智慧线代表了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判断力和决策力。通常来说，智慧线的长度越长，意味着这个人的智慧深度越高，思考更加细腻，考虑问题更加周全。智慧线伸长的人往往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他们善于分析问题，并且有强烈的韧性和毅力，能够在面对困境时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精准的决策。然而，智慧线伸长的人在年轻时往往思虑过重，总是追求完美，错过了许多大胆尝试的机会。年轻时的他们往往缺乏果断，不敢贸然行动，总是希望等到万事俱备时再出手，结果往往错失良机。另外，年轻时经济基础较差，无法承担过大的风险，也让他们在面对高风险高回报的机会时踌躇不前。然而，到了50岁之后，他们在生活上逐渐稳定，财务负担减轻，同时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具备了判断大局的能力。这时的他们在出手，往往比年轻时更加精准果断，能把握住每一个难得的财富机会。因此，智慧线伸长的人越老越懂得如何积累财富。50岁之后，他们的财富之路将更加顺畅。2. 2条玉柱纹，命运的厚积薄发。在手相学中，玉柱纹是财运和福气的象征。玉柱纹是一条从手掌底部向上贯穿手掌的直线，象征着通向财富的道路。如果一个人拥有2条玉柱纹，且分别通向中指和食指，意味着这个人在晚年将享有非凡的福气和财富。这类人年轻时往往不走运，财运较差，生活迷茫，缺乏明确的目标，工作态度也不够认真，许多人甚至表现得随心所欲，缺乏规划，导致他们在年轻时碌碌无为。然而50岁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点，到了50岁，这类人的思维方式会发生极大的转变，就像突然之间打通了人生的任督二脉，以前模糊的目标开始变得清晰，财富思维也逐渐成熟。他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易放弃，而是开始明确自己的奋斗方向，并付诸实践。与此同时，财富的机会也会开始向他们倾斜，逐渐显现。他们的财运开始一路飙升，到了晚年，他们不仅能够积累丰厚的财富，还能够享受社会地位的提升，成为家族中的富贵之人。3. 拇指和无名指有斗，财富的蓄势待发。手指上的纹路有2种类型，分别是斗和簸箕。斗纹像树的年轮一样，呈现出多个圆圈状的闭合纹路。如果一个人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纹，那么到了50岁之后，财运将会大幅上升，特别是在事业和财富上。这种手相预示着他们50岁之后必将取得非凡的成就。这类人往往在年轻时表现得不显山不漏水，
甚至可能显得有些平凡，但他们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和积累能力。他们喜欢一步一步地积累经验，耐心等待机会的到来，就像种子需要时间发芽一样。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不断吸收养分，为未来的爆发做足了准备。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纹的人，属于那种大器晚成型的成功者。年轻时并不会显得特别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和阅历的累积，让他们逐渐具备了超强的实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像火山一样，迅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在50岁之后，事业和财富将同时迎来丰收。4. 食指较长。坚定的意志与强烈的进取心。食指较长的人性格坚定，行事有原则，凡事追求完美，有始有终。他们通常是目标明确的人，注重细节，追求卓越。这种性格让他们在年轻时表现得很突出，常常给人以坚韧不拔的印象。早年时，虽然他们可能在财富管理上有所不足，容易因为急于求成而失去一些财富，但随着中年的到来，他们逐渐变得沉稳，学会了如何稳健地管理财富。50岁之后，食指较长的人开始展现出他们的真正潜力。他们懂得聚财之道，善于管理财富，并且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开始在财务上获得稳定的收益。晚年的他们不仅能够享受丰厚的财富，还会成为家族中的精神支柱，影响力和社会地位都随之提升。手掌厚实，财富的潜在象征。在手相学中，手掌的厚度代表了一个人底气的强弱。手掌厚实的人通常具有强大的执行力和耐力，他们做事踏实、勤劳肯干，具备稳重的性格。这类人往往是勤劳致富的代表，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积累财富。手掌厚的人不怕辛苦，总是乐于投身于实际的工作和项目中，因此他们的赚钱能力相当强。然而，手掌厚实的人也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漏财的风险。如果他们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有明显的缝隙，手指无法并拢，这种手相预示着漏财。即使他们在年轻时赚得再多，也可能因为不善于管理财富，最终晚年时陷入财务困境。因此，手掌厚实的人需要在财务管理上多下功夫，避免因为挥霍无度而导致财富流失，确保自己的晚年能够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6. 生命线分支延伸至手腕，逆境中的坚韧不拔。生命线是手掌中代表寿命、健康和命运走向的重要线条。如果生命线有分支且延伸至手腕位置，那么这类人通常早年生活比较艰难，出身贫寒，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年少时，他们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拼搏精神，走出贫困的生活环境。这类人年轻时积累了丰富的生存经验，善于在困境中寻找机会，逐步提升自己。到了50岁之后，他们在职场中的经验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赚钱能力显著提高，逐渐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这类人属于典型的逆袭型人物，晚年时财运滚滚而来，不仅生活富足，还能享受家庭的幸福与安稳。7. 三约纹，偏财运的意外之喜。三约纹是手相中的一种特殊纹路，代表了一个人偏财运的强弱。这类手相的人年轻时财运不佳，生活中总是遇到意外的经济损失，比如丢钱、被偷、投资失败等，导致他们手头拮据，生活过得十分艰难。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三约纹的人财运开始逐渐好转，尤其是在50岁之后，他们的偏财运会迎来爆发。这类人可能通过买彩票、投资理财等方式获得意外之财，甚至一夜暴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同时，好的手相能带来财富、健康、幸福，而不好的手相则可能预示着人生中的阻碍与挫折。然而，手相只是命运的指引，并不是绝对的定数，仍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行为来改变或改善命运。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几种常见的最差财运手相特征，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1. 智慧线折断，破碎或过分弯垂。智慧线折断，破碎代表思想凌乱，没有条理，目的不明，幻想过多，不满现实，但又懒于去寻找出路，同时常常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的头痛，有时头痛剧增而至后颈、肩膊、后背的上半部都疼痛异常，使人无心工作。2. 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事业线起于生命线，多数是职业女性。这种手相的女生
通常能干又努力，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难享福福。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步时，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也是努力者，不过相较之下，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脚踏实地，从不靠运气和侥幸。3. 女生必看的不好手相，头脑线破碎成断断续续的手相，主无法集中意志力，也无理解力，于读书、工作均不积极，只想追求享乐，沉迷于酒色生活，又因身体软弱，做事缺乏活力，所以财运不好。头脑线断断续续重叠，成为梯形的相，表示要想做好事情，但无耐心。由于过分享乐，招致灾祸。到了中年，健康情况不良好，并有常患女性之倾向。4. 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事业线起于生命线，多数是职业女性。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难享福福。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步时，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也是努力者，不过相较之下，是在生活条件 OK 的状况下做努力。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脚踏实地，从不靠运气和侥幸。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命运和面相以及手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古人特别喜欢看手相。每个人的手相都是不一样，难免就会有特殊的手掌掌纹出现。这些特殊的手相肯定有着不同的寓意，暗示着人们独特的命运秘密。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来进一步认识手上哪些纹是千年罕见的暴富纹吧。1. 食指下方出现心形纹。若是一个人食指下方出现心形纹，这也是一种暴富手相特征。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能吃苦，工作能力强，在事业初期稳扎稳打，可能会过得比较辛苦。不过待到自己积累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后，一旦抓住了商机，将能够收获巨大的财富。2. 有理财纹。理财纹位于感情线上方平行存在的一条线，有此手纹的人偏财运好，多善于投资，能在金融行业上获得不错的地位。这类人具有毒辣的眼光，一旦找到合适的项目，一定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但若是理财纹过短，或者是理财纹中间有间断，则说明此人的偏财运不强。若是做投资理财，很有可能就会赔钱。若是创业，想要一夜暴富的机会非常少。3. 掌中有直觉线。直觉线又称神秘纹、灵感线，是一种很罕见的手纹，通常起自月丘而向掌心垂直或弯曲，再延伸至小指下方的水心丘，也有是只出现在月丘上，大多是弧形状。手中有直觉线的人也有一夜暴富的好命，因为这类人对于商机很敏感，能够判断出哪些项目是值得投资的，往往在别人还没有发现商机的时候，就已经挣得盆满钵满喽。4. 有横财纹。横财纹一听我们就知道是一条可以横财的纹。横财纹位于大拇指关节位置上，明显的横纹，有此手纹的人多具有不错的偏财运，这类人的运气比较好，身边若是有抽奖，很有可能中大奖。但这种人偏财运多是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够成功，让自己在保证正财稳定的前提下提升自己的偏财运，多属于兼职的收获多。但若是没有偏财纹，我们就需要努力工作来改善自己，并改善自己的财运。5. 食指下方出现了米形纹路。米纹路也称作为米字纹，是非常罕见的一种手纹，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手纹。如果你的食指下方部位出现了米字纹，意味着你此生的财富运势亨通，并且有很大概率可以发横财。因为米字纹出现在食指下方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命中有横财，所以这种手相的人更有可能发横财，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更大。
6. 手上有赌运纹。赌博运气线也是手掌线之一，它的位置通常是无名指第一指节附上的直线，可能是一条或几条。如果你手上有线，那就意味着你运气好。运势好，只要有这种手掌特征的人参与赌博，他们通常能够赢得更多，损失更少，并且经常伴随着好运。然而，如果一切都太好，我们也应该学会停下来，不要太沉迷于它，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导致竹篮水空，没有好处。7. 手颈线清晰，现花心。手颈线也就是手腕线，这条线位于手的颈部，通常有3条。如果此线完整而明朗者，代表有财富和幸福；若是3条都清晰明朗，而且在手腕线的第1条上出现花心，就显示此人财运不同凡响，有可能靠着横财而暴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发横财的概率会大很多。8. 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的话，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赚来财富。假如太阳丘处有星纹，且与婚姻线有连接，其人可因婚姻而发达；如果太阳丘处有星纹，且与太阳线有连接，其人可能会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赚取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的如何。9. 2条玉柱纹。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下边，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下边，是晚年得运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年纪轻轻的时候目标性不强，不懂得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法很多，容易一事无成。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变得清晰，并能为之奋斗，中年会因为碰到机遇而成功。这种手相越是到晚年，好运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又孝顺，晚年福禄皆沾。10. 田字纹。一个人的手相当中，在生命线、事业线附近的位置，若是出现闭口的田字纹、口字纹，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房产运势比较强，家里的田宅位置富足，自己也会有能力有责任，日后就算是在投资理财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太低。而且田字纹长得比较清晰的人，比较容易从事房地产行业工作，日后发财也会比较富足。11. 人缘线。人缘线位于手掌的外侧，由手掌外侧向掌心内延伸的一条线或是多条的弧线。而一般情况下，长有这样手纹的人，大多数的人缘都会非常的好，懂得如何与身边的人交往，甚至还能够利用手里的资源来创造价值。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注定是不会差钱，自己也是不会缺钱花，命中会得到贵人的帮助，事业自然是也会越来越好。12. 双鱼线。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而在手相当中拥有这样的手纹，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智力高超，思维缜密，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日后的发展也都会非常不错。而且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的官运亨通，日后必定会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一辈子都不愁钱，自己也不会差钱，所以这样的人命中有大富贵，只会越过越富有。13. 十字纹。在手相当中，若是一个人的食指下方的位置长有十字纹，则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个人的事业发展会比较顺利，无论是在哪个行业都必定会成为佼佼者。而且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做事有原则，个人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处处都会拥有极高的发展。所以大多数的情况，这样的人不差钱，自己也不愁钱，日子只会越过越富有。14. 大拇指下方出现菱形纹路。大拇指下方出现菱形纹路是非常罕见的，几乎很少会有这样的手纹特征。例如大拇指的下方出现了菱的纹路，这样的手纹就十分的罕见。而这样的手纹意味着个人的横财运很好，代表着他们命中的财富运势很强，并且横财运亨通。因此通常来说，这样的手相特征的人可以有发横财的机会，若是可以好好把握住机会的话，一夜暴富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这种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夜暴富的几率是非常有可能的。15. 偏财纹。偏财纹一听大家就能够了解，这是一条能够得到偏财的掌纹。偏财纹坐落于拇指骨关节部位上显著的纵纹，有此掌纹的人多具备非常好的横财运。这种人的运势比较好，身旁倘若有抽奖活动，很有可能会中头奖。但这种人的横财运多是依靠自己的认真工作才可以取得成功，让自身在确保偏财平稳的条件下提高自己的横财运，多归属于做兼职的获得多。但若是没有正财纹，大家就必须认真工作来改进自身，并改进自身的财气。16. 太阳线的末端弯向小指一夜暴富。如果太阳线的末端弯向小指旁，可以说是有着很好的天赋和能力的，而且也拥有许多的特殊技术才能，有机会获得大笔财富，经营小本生意可以发财。太阳线末端弯向大拇指的根部，这种人属于是投资家，可以在不动产、股票等投资中获得大笔的财富。如果太阳线与命运线接连在一起，运势会更强，所以一夜暴富的情况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